冲锋一次，朝鲜军伤亡已达4%，俄军深陷征兵困境。惊天蘑菇云，以军轰炸叙利亚大型弹药库，俄叙谈判受阻。大量无人机侵扰美国领空，俄亥俄州军事基地紧急关闭。据基辅多方消息人士及当地记者报道，驻扎在俄罗斯西部克鲁斯克州的朝鲜第11军团在一次单一攻击中或损失了约4%的兵力。本次攻击发生在本周六，朝鲜军队与俄罗斯联军在克鲁斯克突出部东缘的普列霍韦村外展开了3波猛烈进攻。这次进攻由朝鲜第92和第94独立特种作战旅的500多名步兵组成。乌克兰记者安德烈·查普连科报道，朝鲜士兵的伤亡可能高达参战人数的一半。事情发生在一片广阔的田野中，而朝鲜步兵在白天发起进攻，这在俄乌战场上是十分罕见的。因为无论是乌军还是俄军都知道，这种在开阔地发起冲锋的行为无异于送死。我们看到的绝大多数在白天拍摄的俄乌战争视频，也多发生在林带或者阵地中，尚不清楚是谁决定了这次朝军的进攻时机。结果很显然，这些从来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朝鲜军人，在乌克兰无人机的密切监视、强行通过雷区，同时遭遇了神风无人机和炮火的猛烈反击。据守卫普列霍韦村的乌克兰防守者称，乌克兰战士成功击退了第一波攻击，但随后又遭遇了第2波和第3波。经过激烈战斗，乌克兰第17重型机械化旅仍在坚守阵地，并对包括朝鲜士兵在内的敌军造成了重大伤亡。战斗结束后，卡车运走了数百名伤亡的朝鲜士兵。仅仅是一次进攻行动，就让朝鲜第11军团约12000人的兵力产生了显著削弱。乌克兰防务策略中心负责人安德烈·科瓦连科表示，俄罗斯人压注在兵力数量。事实上，以损害朝俄两国关系为代价发起这样的死亡冲锋，乃是俄罗斯的无奈之举。最新研究显示，俄军征兵陷入严重困境，后续想要再施展人海战术已经后继无人了。俄罗斯防务部长别洛索夫声称，2024年已招募超过了42万7千名志愿兵，日军超过1200人。然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10月31号表示，俄罗斯部队每天约有1200人伤亡。英国国防部也观察到，2024年11月，俄罗斯每日伤亡人数达到1523人，显著是高于别洛索夫所称的招募速度。俄罗斯反对派媒体重要历史报道，2024年前3季度，俄罗斯国防部一次性支付给签署服役合同的人员联邦预算支出数据表明，已经有21万5700人到24万9000人签署合同。考虑到第4季度的数据尚未公布，俄罗斯实际招募人数可能未达到别洛索夫的42万7千人目标。ISW 最近观察到，俄罗斯军方在替换前线损失方面面临困难。持续的高强度攻势，特别是在乌克兰西顿涅茨克州，已经对俄罗斯的军力、生成体系和经济造成了不可持续的压力，可能迫使其在未来不得不采取更为严厉的征兵措施。这次克鲁斯克战役中，朝鲜军团的重大损失不仅削弱了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军事力量，也进一步动摇了俄朝联军在乌克兰战场上的战略优势。随着乌克兰在西顿涅茨克州等地的持续攻势，俄罗斯的军力和经济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国际社会将继续密切关注俄罗斯和朝鲜在克鲁斯克战区的动向，以及这一冲突对区域稳定性的潜在影响。近日，以色列空军在叙利亚塔尔图斯市的多个军事目标发动猛烈空袭，进一步加剧了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这次空袭的目标之一是位于海岸约11公里处的一个弹药库。此外，以色列还针对叙利亚国家战略军事武库的剩余部分展开了多次打击。在这些袭击中，塔尔图斯省的第23防空旅及其指挥部、发射装置、弹道飞弹储存库和发射库都遭到毁灭性打击。这些设备大多是位于山区和地下，具有高度的隐蔽性。
此外，位于塔尔图斯海岸的第107反舰海防飞弹旅总部也在以色列的联合空军和海军袭击后被彻底摧毁。该旅被认为是叙利亚军队岸防系统的核心力量之一，配备了包括俄罗斯堡垒反舰系统 K300P 和射程达300公里的 Yakhot 飞弹在内的多套现代化反舰飞弹系统。此外，位于塔尔图斯省的弹道飞弹生产设施也成为以色列空袭的目标之一。该设施从2016年底开始建设，主要生产短程的法塔赫弹道飞弹和非导引火箭弹，受到伊朗的全面监督，被认为是真主党的重要供应中心之一。这次袭击不仅摧毁了该设施的生产能力，也打击了伊朗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这次空袭还包括对叙利亚境内的12个雷达站、1套防空系统和一个战略武器库的打击。叙利亚方面声称，塔尔图斯的空袭造成了大规模爆炸，夜晚被瞬间照亮，记录到了震级为3.0级的冲击波。尽管以色列的空袭造成严重破坏，但尚不清楚这些大型弹药库是否仍储存着部分俄罗斯的弹药。近年来，以色列持续在叙利亚进行去军事化行动，目标是削弱叙利亚及其盟友的军事能力，确保以色列的国家安全。这次空袭再次显示了以色列在应对叙利亚军事威胁方面的决心和能力，也反映出叙利亚在面对外部压力时的脆弱性。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空袭行动表示高度关注，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冲突进一步升级。随着中东地区局势的复杂化，未来叙利亚的安全形势仍将充满不确定性，各方的博弈和军事行动可能会继续对区域稳定产生深远影响。2024年12月16日，俄罗斯继续对叙利亚过渡政府就维持其在叙利亚的赫梅米姆空军基地和塔尔图斯港的军事存在进行谈判。然而，车臣共和国领导人卡德罗夫最近向 HTS 发出的呼吁表明，谈判可能遇到了阻碍。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12月16号表示，关于俄罗斯在叙军事基地的问题尚无最终决定，并且莫斯科正在与当前局势控制的力量代表进行接触，这很可能指的是 HTS。卡德罗夫在12月15号用英文和阿拉伯文发布的帖子中声称，俄罗斯总统普京一直尊重和关怀对待叙利亚人民，并表示俄罗斯有责任支持叙利亚的兄弟民族。他强调，俄罗斯正在努力恢复叙利亚的宗教建筑，并向该国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卡特罗夫还在12月16号对叙过渡政府为国家带来的稳定与和平的努力表示赞赏。他指出，没有合作伙伴的困难，实现稳定将十分困难，并强调俄罗斯拥有力量和手段，可以帮助阻止该国发生人道主义危机。卡特罗夫呼吁俄罗斯向阿拉伯世界伸出橄榄枝的行为，表明俄 HTS 谈判可能遭遇了障碍。目前尚不清楚卡德罗夫的呼吁是否能够改变 HTS 的立场，或者推动谈判向前发展。随着叙利亚局势的不断变化，俄罗斯在中东的战略布局及其与叙利亚各方的关系将继续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国际社会普遍希望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叙利亚冲突，避免进一步军事对抗和人道主义危机。近日，美国东部多地频繁出现无人机目击事件，导致俄亥俄州一个空军基地暂时关闭空域，并在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附近发生了多人被捕事件。随着选举官员加大力度，要求采取措施识别和阻止这些神秘的无人飞行器，相关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周五晚间到周六凌晨，俄亥俄州戴顿附近的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因多架疑似无人机在其空域内飞行，被迫关闭了约4个小时。基地发言人罗伯特·普蒂曼表示，这是该基地首次发现无人机，并且自周六凌晨以来再未有目击报告。他并未透露具体有多少架无人机出现在该区域，仅提到这些无人机体积各异，并未对基地设施造成影响。与此同时，波士顿警方在洛根机场附近逮捕了2名男子，指控他们在机场附近危险地靠近操作无人机。警方使用无人机监控技术侦测到了这些飞行器及操作者的位置。第3名逃逸男子仍然在逃，2名被捕男子面临非法侵入指控，并可能面临更多指控和罚款。
波士顿警方通过社交媒体呼吁无人机操作者遵守联邦安全指南，强调即使是小型无人机，也可能对飞机和直升机构成重大风险，甚至导致飞行员偏离航线，威胁生命和财产安全。国家安全官员表示，近期在东部地区出现的无人机并未显示出外国干涉或公共安全威胁的迹象。然而，由于无法确定这些无人机的来源及其操控者，政党领导人纷纷要求提升技术手段和授权，以更有效地应对无人机问题。康涅狄格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吉姆·海姆斯在福克斯新闻星期日节目中表示，我们不知道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并表达了对当前情况的高度挫败感。民主党参议员查克·舒默呼吁国土安全部在纽约和新泽西部署更先进的无人机追踪技术，以识别无人机及其操作者。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尔表示，联邦官员已经同意向该州发送无人机检测系统。舒默告诉记者，纽约人对这一问题有很多疑问，我们将为他们找到答案。联邦政府在周末的媒体简报会上未能充分回应这些问题。国土安全部长亚里杭德罗·马约尔卡斯在接受 ABC 电视台乔治·斯蒂芬·诺普洛斯采访时表示，人们确实看到了无人机，并向公众保证政府正在与州和地方当局紧密合作，努力解决这一问题。他补充道，一些被报告为无人机的飞行器实际上是常被误认为无人机的有人驾驶飞机。马约尔卡斯表示，目前尚未发现东部无人机目击事件中有外国参与，并强调政府正在积极调查。无人机目击事件现已遍及美国东北部多个地区，一些美国政界人士，包括前总统特朗普，呼吁采取更强硬的措施应对无人机问题，包括击落这些飞行器。国土安全部内部的某些机构拥有使无人机失效的能力，但马约尔卡斯部长表示，我们需要扩大这些权限。随着无人机事件的持续增加，如何有效地识别和应对这些无人机，成为各级政府和公众关注的焦点。未来相关部门将进一步加强技术手段和法律授权，以确保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不受无人机威胁。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